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40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双鞋，威少6代。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大家也都知道，这大概率就是威少的最后一代签名鞋了。现在威少究竟去哪儿，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消息。当然，在这个视频出来的时候，威少可能已经去到了他接下去奋斗的城市。在这里，希望威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末期能够一切顺心。之前威少的篮球鞋一般都是先推出正代，到后面才会有支线的 One Take 推出。不过这一次，它的支线 One Take 4比威少6早来了好几个月。即使是现在，威少6已经正式发售了，威少本人有时候依旧还会穿着 One Take 进行比赛，大家就会对于威少6代在实战方面的表现打上一个问号。我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下，威少6代就是威少签名鞋当中最能打的一款。威少1代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威少签名鞋的这一个系列里面，因为光看它的外观，大家也都知道，那其实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威少签名鞋。从2代到6代，威少签名鞋的外观设计理念都非常的相似，都特别的夸张。但是威少1在这一个队伍里面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威少6代在外观方面跟率先推出的支线 One Take 4非常相似，大底以及中底的结构造型基本一致，鞋面材质也比较相仿。不过威少6代的鞋面是用了一个带拉链的覆盖式鞋面，在我购买之前，我还想着如果没有穿上脚的时候，它的拉链是不是可以整个把它给拉起来？但是拿到鞋之后才发现，后半段的拉链都只是装饰。在实战方面，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大底的造型跟以往的威少篮球鞋一样，采用了前后掌分离式的设计，这应该也能算是威少篮球鞋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大底的纹路由点状式纹路加上前掌的小面积人字纹组合而成。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在干净的场地上面实战，每一次突破发力的时候，脚底下都能够踩得很实，不会有多余的滑动出现，并且在吸灰方面的表现也很棒。大底的纹路空隙控制得非常合理，并且点状式的纹路对于吸灰控制本来就会有先天的优势，再加上它的大底橡胶并没有什么粘性，并不容易吸附灰尘，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实战，它的抓地力也并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下降，只需要时不时的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它的抓地力就能够得到保证。当然这还没完，它的耐磨表现也十分出色，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能够达到70左右。虽然这种颗粒式的纹路看上去好像有点弱不禁风，但是用来打塑胶场地绝对没有任何问题。这一双鞋的大底表现非常强，抓地以及耐磨两个方面都十分拔群，在场地的适配性方面几乎可以说是全适配的，什么场地选择它都没有问题。而在中底方面，跟上一代的威少5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同样使用了全掌的 Phylon 加上前掌4边形的 Zoom。不过我个人感觉这一双鞋在前掌气垫方面，好像在它的面积上有些许的缩水，总感觉它的面积好像要小了那么一点。这个还是等后期有人拆解了之后才能知道是不是这样。而在中底的体验方面，其实跟上一代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中底的 Phylon 调教的比较适中，并不会特别硬，在正常的实战过程中，它的后掌缓震也基本够用。而前掌的气垫在内部做出了比较明显的凸起，穿上脚之后，你能明显感觉到它前掌气垫的存在。不管是在跑动还是在发力蹬地的过程中，你都能感觉到它前掌气垫所提供给你的力反馈。虽然不如 AJ37那么澎湃，但是总体来说还算是不错的。在发力蹬地的时候，脚底下不会有丝毫的泄力感出现，加上它所提供的那一种力反馈，突破的时候球鞋所提供的反应性表现非常出色。对于像我这样比较依赖第一步去进行突破的球员，它的中底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棒的，并且跟上一代一样，虽然在前掌拥有着澎湃的脚感，但是整体穿在脚上的感觉还是十分平稳的，并不会有像2代或者是3代一样的那种不太稳定的感觉。中底的龙骨落差控制的也比较合理，虽然会有一点点前高后低的感觉，但是并不是特别明显。对于运动习惯的适配也是比较广的，不管是习惯使用前脚掌跑动还是全掌，选择它都没有问题。中底的大面积异形 TPU 也很好的衔接了前后掌，中底的过渡非常的流畅，并不会有脱节的感觉出现。整体在中底方面的体验非常棒，跟上一代的体验相似，但是在鞋面方面，相对于上一代来说，它的提升是非常巨大的。上一代的威少5代最明显的一个缺陷就是它的动态锁定，而这一双鞋
在动态锁定方面做得非常棒，穿上脚系紧鞋带，拉上拉链，它在中后段的锁定表现十分出色。球鞋的鞋楦依旧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对于脚型的适配依旧非常广，基本上所有脚型都可以进行选择。不过它的内长有着明显的偏长，建议大家还是选小半码。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码，脚趾部位依旧会有余量。41的我也试了，确实是能穿，但是脚趾部位就会略微有一点顶了，而且选了41之后，拉链就没有办法拉上了，所以选小半码会比较合适。如果你的脚型特别瘦，可能选小1个尺码会更好一些。而它前段的这2对动态鞋带孔，如果你想要对它进行调节，你必须要在没有穿上它的时候去拉紧它，穿上脚之后基本上就拉不到了。调整合适之后，穿上脚，它的包裹体验非常棒，静态包裹以及动态锁定都会有优秀的表现。在做侧向蹬地或者变向动作的时候，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位移，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有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出现，而且鞋面的舒适度也非常不错，不会有任何磨脚或者是硌脚的情况出现。而在上一代身上表现不佳的鞋面支撑性，在这一代身上也同样得到了提升。它在鞋面的支撑性方面比威少5代好了不少，侧面中底橡胶的上翻加上外层覆盖式的鞋面，并且它外层的覆盖式鞋面在主要的受力点位置也做出了明显的加强设计，在做一些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它的鞋面可以牢牢地兜住双脚，非常的安心。在防守的过程中，与进攻球员发生对抗之后，球鞋能够支撑住那一股蹬地的劲，你才能够在对方做出下一步动作的时候跟上对手。所以一般鞋面强度比较低或者是动态锁定不太好的球鞋，我一般都不会推荐大家进行高强度的实战。就比如说上一代的威少5代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而这双威少6代在这2方面都做出了提升，让它在整体的实战性能方面有着比上一代更为出色的表现。而中底处的异形 TPU 片不仅让球鞋在整体的刚性方面得到了保证，还非常好的加强了足弓处的支撑，在长时间的穿着之后，足弓也完全不会出现疲惫的感觉，支撑力度恰到好处，非常棒。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完全没有问题，合适的中底重心加上中底缓震材料合适的硬度表现，再加上它比较宽大的大底，穿它打球脚底下非常的踏实，非常安心。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级，这一双鞋是威少2到6代当中单论实战性能最为出色的一个鞋款，依旧保持了威少系列前掌的澎湃脚感，并且在整体的安全性方面也做到了比较出色的一个水平。其实威少的鞋款中间的2到5代多多少少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这一双最后一代的威少6则在各方面都有着出色的表现，也算是耐克为广大的威少球迷送出的最后一个属于威少的满分作品。其实威少的签名鞋在所有球星的签名鞋当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完全找不出有其他一个系列线是跟它有所重叠的。它的签名鞋非常适合威少本人的打法，那些爆发力出色、直线突破偏多的球员一定会喜欢这一个系列。这一个系列的消失，一定会有不少人失望。跟他拥有同样变态身体天赋的莫兰特，从他的第一代战靴上面看上去，感觉定位跟威少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甚至会更加像 PG 系列多一些。那在这一个系列消失之后，是否会有接班人出现，这个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如果你喜欢这一个系列，威少6代你一定不能错过，它就是最威少的鞋款当中实战最强的一个鞋款。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双鞋我选择42码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